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我個 channel， 我係飛俠。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超級大嘅新聞。我相信如果大家有關注開科技或者投資，應該都已經聽過噶啦。就係呢個 AMD 啊，同呢個 OpenAI 簽咗一張大單。呢一個唔單止係一筆交易，可能亦都會改變整個 AI 市場嘅格局。2025年嘅10月6日啦。AMD 咧就宣布同呢個 OpenAI 簽一個多世代、多年期嘅合作。OpenAI 將會喺未來部署6個 GW 嘅 AMD Instinct GPU 嘅，首批嘅1個 GW 咧會喺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用呢個最新嘅 MI450系列。咁究竟係一個咩概念呢？6個 GW 嘅算力啊，就可以跑好幾個呢個 GPT 咁嘅 AI 大模型噶啦。更加誇張嘅係啊 ，AMD 咧仲俾 OpenAI 一啲認股權證喎，最多係去到1.6億股，相當於10% 嘅股權，價格仲要超低嘅，只係0.01美元嘅啫。咁代表住咩嘢呢？ OpenAI 你唔單止可以買我嘅 GPU， 仲可以做埋我嘅股東添啊 ！AMD 就話啦，呢個合作可能會帶嚟數十億美元級嘅年收入㗎，聽起上嚟呢個數好誇張下喎。咁點解 OpenAI 又會選擇 AMD 呢？呢個又會唔會係 AMD 挑戰嘅 NVIDIA 嘅轉移點呢？今日就由我帶大家嚟拆解一下呢筆交易，順便又帶大家睇下 AMD 嘅歷史、業務同埋競爭環境，仲有呢筆合作對未來嘅產生嘅影響。大家準備好未啊？我哋馬上開始。AMD 全名係 Advanced Micro Device，1969年喺加州嘅矽谷成立嘅。當時佢哋只係一間小公司嚟嘅啫，專做呢個半導體邏輯元件啦，同埋記憶體嘅。創辦人 Jerry Sanders 帶住一群嘅工程師，開始同 Intel 競爭呢個 X86 處理器嘅市場啦。到咗80到90年代 ，AMD 推出 K5、K6 嘅處理器，主打呢個中低端嘅市場，靠住呢個價格嘅優勢，搶咗唔少 PC 市場嘅份額。嗰個時候，個人電腦市場正係爆炸性咁成長 ，AMD 都分到杯羹㗎。2006年 ，AMD 做咗一個大動作，花咗好大筆錢收購呢個加拿大圖形晶片公司 ATI， 呢個就令到佢哋跨入咗呢個 GPU 嘅市場，開始設計個 Radeon 系列嘅顯卡啦。呢個係 AMD 進軍圖形運算嘅關鍵一步，成立呢個 Global Foundries， 自己就轉型咗做無廠嘅模式。呢個亦都令到佢哋專注喺晶片嘅設計同埋 IP 嘅開發，慳翻呢個起晶圓廠嘅巨額成本。不過去咗2010年初咧，就 AMD 遇到大麻煩啦，財務問題啦，產能嘅不足，競爭嘅壓力，令到股價一度跌到谷底。好多人咧都諗住佢哋今次玩完嘅啦。但 AMD 真係冇放棄喎。2017年佢哋推出咗革命性嘅 Zen 架構 CPU Ryzen 同埋 EPYC 系列橫空出世，效能都得到大幅嘅提升。AMD 終於重返呢個競爭嘅舞台。嚟到2020年啦 ，AMD 再出呢個大招啦，用咗500億美元收購呢個 Xilinx， 進軍呢個 FPGA 同埋可程式嘅邏輯市場。到咗2024年啦，佢哋就買咗 ZT Systems， 專攻呢個 AI 系統整合，仲投資咗 Sino AI 呢啲公司，補強呢個軟體嘅能力。從一間細間嘅半導體公司，到咗而家嘅 AI 硬體平台 ，AMD 嘅轉型就好似一部逆襲嘅大片。佢哋所做嘅亦都幫助佢哋同 OpenAI 嘅合作奠定咗基礎。好啦，我哋講完佢嘅歷史，咁我哋又再講下佢而家嘅業務。呢個係理解 OpenAI 合作嘅核心。AMD 唔係淨係賣 CPU 同埋 GPU 㗎，而佢哋亦都係一個全方位嘅 AI 硬體平台嚟嘅。等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第一部分啦，資料中心 AMD 嘅 EPYC 伺服器 CPU 咧係呢一部分嘅王牌。自從 Zen 架構之後咧 ，EPYC 嘅核心數啦、頻寬啦、能效咧都越嚟越勁喎。雲端大廠好似 AWS、Google Cloud 都開始用 EPYC 啦，同 Intel 咧都打得有來有回㗎。第二部分啦 ，AI 嘅加速器呢個咧都係 OpenAI 合作嘅核心啦。AMD 嘅 Instinct GPU 系列啦，就好似 MI300 同埋即將推出嘅 MI450一樣啦，專為 AI 訓練同埋推理設計。呢啲 GPU 有超高記憶體頻寬，能夠應付個 GPT 呢啲大型模型。OpenAI 首批訂單就係用 MI450㗎啦。
第三個部分係佢哋嘅圖形業務 ，Radeon GPU 主打遊戲啦，同埋圖形嘅運算㗎。雖然佢嘅市佔率就唔及 Nvidia， 但 Radeon 喺遊戲圈咧都有唔少粉絲嘅喎。好啦，嚟到第四部分可程式嘅邏輯，收購咗 Xilinx 之後咧 ，AMD 咧就有咗 FPGA 同埋 Adaptive SoC 嘅能力啦。呢啲部分喺 AI 嘅部署之中扮演住超緊要嘅角色，能夠做到網絡加速啦、資料流控制啦。AMD 嘅優勢就係將 CPU、GPU、FPGA 打包成為一個完整嘅方案。最後再講下軟體方面啦 ，AMD 嘅 ROLL-M 平台係佢哋嘅開源計算盞嚟嘅，支持主流 AI 框架，好似 PyTorch、TensorFlow。但係好老實咁講，同 Nvidia 嘅 CUDA 相比咧 ，ROLL-M 真係有排追。軟體生態部分咧 ，AMD 真係要加把勁先得啦。簡單啲咁講 ，AMD 咧就係一個軟體加埋硬體嘅 AI 生態系統，呢個就係 OpenAI 睇中佢哋嘅原因。接住落嚟，我哋就睇下 AMD 最新嘅表現。2025年嘅第二季 ，AMD 嘅營收再創紀錄，去到77億美元 ，GAAP 毛利率40%， non-GAAP 就43%，淨利潤8.72億美元，每股盈利咧就0.54美元啦。資料中心業務係亮點嚟㗎，營收就32億美元，同比增長14%，呢啲全靠 AI 需求爆發啦，同埋 EPYC 嘅強勢表現。但係佢都有佢嘅挑戰㗎，因為美國對中國嘅出口管制啦 ，AMD 咧有大約8億美元嘅 MI308 存貨啦，同埋訂單可能受到影響，呢啲對毛利率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公司對 Q3 嘅指引係大概87億上下3億左右啦，年增就大概28%。仲要留意一部分嘅係佢哋 Q3 non-GAAP 嘅毛利率指引咧，去到54%咁多嘅喎。呢一部分如果真係做到啊，都屬於一個長速嘅增長。所以 AMD 營收嘅驅動因素咧都好明顯嘅 ，AI 嘅需求大增 ，OpenAI 嘅合作亦都有所加持，但係風險咧都唔細㗎，出口管制啦、交付嘅挑戰、軟體生態嘅差距，仲有嚟自競爭對手嘅壓力。講到競爭啊 ，AMD 最大嘅對手係邊個呢？冇錯，一定就係 Nvidia 㗎啦。喺資料中心啦同埋 AI GPU 嘅市場裏面 ，Nvidia 佔嘅份額去到8-9成以上㗎。AMD 咧就真係一個低雙位數嘅啫。Nvidia 嘅 CUDA 生態系統超強。客戶嘅黏度亦都好高，特別係 AI 訓練一部分 ，AMD 咧其實係好難撼動佢哋噶。不過又咁講 ，AMD 其實亦都唔係冇機會噶。喺 AI 推理啦同埋混合運算嘅場景裏面咧，佢哋嘅成本啦同埋整合方案咧都有優勢。加上 OpenAI 而家投咗信任嘅一票 ，AMD 嘅市場信心咧亦都正在上升啦。除咗 Nvidia 之外咧，仲有一啲新創噶，好似 Graph Core、Cerebras、Sambaluva 呢啲咧都專攻特定嘅 AI 加速器嘅喎，甚至乎 OpenAI 自己都有搞自研晶片嘅，呢個對 AMD 嘅訂單係有潛在住威脅嘅。但 AMD 嘅王牌係乜嘢呢？就係佢哋嘅整合能力，佢哋有 CPU、GPU、FPGA， 仲有推動佢哋嘅軟體生態，呢啲都令到佢哋同一啲純 GPU 嘅廠商咧有啲唔同啦。我哋講翻同 OpenAI 嘅合作啊，呢一單咧唔係單單係一筆硬體訂單嚟噶。對於 OpenAI 嚟講啊，呢個係供應鏈多元化，避免咗全靠咗 Nvidia 嘅風險。對於 AMD 呢一個係好大嘅背書。如果6GW 嘅 AMD Instinct GPU 可以順利咁部署，Instinct 平台將會成為業界嘅標杆，可以吸引更加多嘅雲端客戶㗎。合作仲包括硬體同埋軟體嘅聯合開發 ，AMD 可以更加貼近 AI 用戶嘅需求，優化佢哋嘅產品。長遠嚟講啊，呢一個可能係帶嚟數十億美元級嘅年收入嚟㗎，累計甚至可以達上1000億美元嘅規模。當然挑戰都唔細㗎，6GW需要巨大嘅電力同埋冷卻嘅設施，仲有交付嘅壓力、出口管制嘅風險。如果 OpenAI 自研晶片成功 ，AMD 嘅訂單就可能會縮水㗎啦。好啦，咁未來會點呢？我哋模擬3個情景，保守啲講，2到3個 GW 嘅部署，年收入都會有數十億㗎。中性啲嘅，用晒6個 GW， 咁收入都可能過百億㗎啦。樂觀啲睇，如果佢擴展到 GPU 加 ASIC 嘅融合咁真係上千億都未必係一個夢喎。咁好消息方面啦 ，AMD 而家有 OpenAI 合作，同埋佢自己本身嘅整合能力，呢個亦都令到佢哋喺 AI 市場有長期嘅競爭能力㗎。但係風險都唔細㗎，交付延遲啦。出口嘅管制、競爭嘅壓力，仲有軟體生態嘅差距，我哋都唔可以忽視㗎。如果你都會考慮下 AMD呢，咁你可能要關注幾個指標啦。每季嘅財報啦，佢嘅資料中心嘅營收啦 ，OpenAI 合作嘅里程碑，出口管制嘅影響 ，ROLL-M 生態嘅進展，仲有 Nvidia 同埋啲新創嘅動態。
呢一啲都會係要關注嘅因素。好啦，我哋嚟到總結一下啦。AMD 同埋 OpenAI 合作一定係 AI 市場嘅超級大事件嚟㗎啦。AMD 亦都正在從呢個 GPU 嘅廠商轉型成為呢個 AI 基礎設施嘅供應商啦。呢筆交易好有可能令到佢哋站上新嘅高度，但係風險都好高嘅，執行力同埋競爭會係關鍵嘅因素。咁你哋又點睇呢？ AMD 嘅股票值唔值得買呢？你又覺得佢哋會唔會因為咁樣有能力挑戰 NVIDIA 呢？歡迎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如果大家中意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翻俾朋友仔。我哋下期會講更加多晶片嘅故事。我係 Phil，我哋下次見，拜拜。